现在呢，准备掏掏这小区的地库，爬楼。这小区估计地库很大，30多栋楼。这小区高楼林立，我刚才看这是36号楼，那也就是说一共有36个楼。36个楼，你们再看看这高层这么高，然后再想想这地库，你就可想而知，这里边得有多少车子，是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？而且这小区还是让共享单车进来，太可怕了！这楼太可怕了，太密了。这是地库。消息表明6楼有辆车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真在这儿，嚯！看看啊，是不是都是一个人骑的？给你们看看这个名场面。哎，这是6楼。哎，我从这边爬上来的，撒，漂亮，拍照吧。漂亮。这是囤积呀，就是这坨吗？476，就是这坨。哎呦，派个巡查。396算。走吧，一人一个。我给你们按电梯，你们往外拉。掉那儿。这个是嘛呀？它掉岗那边，对吧？啊。我看看这人手机号啊，别扫，就是他。这是什么？就是他，188的。还有4锁，我操！有点像盗墓的，但不多。一个活佛剑给拿出去了。确实。他俩都不是你。你躲，别再啃。我操！我这腿火辣辣的，哎呀，爽死了！做了那么长时间运维，我一直不明白为嘛有些人就非得把这些车呀往楼上骑，而且一骑还是好几辆车。你说你在你们家门口堆一个3、4辆车，你要干嘛呀？你是等他们给你下小崽儿是吗？还有这种名场面，本来自己住个3平米的小黑屋就够窄的了，还得把一辆共享单车往家里边放。您是想在车座上面睡觉呢，还是想在车筐里边摘菜呢？就因为这种咯楞蹦子非正常的用户太多了，所以才导致正常的用户没有车骑，无形中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。今天这期视频咱不跟大爷大妈们对线了，咱就聊找车，同时希望大家积极举报自己身边不文明的工程现象。今天正好借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聊运维的日常工作内容，并不是每天都在路面上拦车追车，其实更多的是在路面上找各种的坏车。这种工作就像是一种寻宝游戏，因为通过后台软件给的信息判断这辆车的大概位置，然后进行寻找。像那些被用户骑到马路上路面上的车就比较好找，但是呢有些车就很难找，原因在于有些用户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他就非得把这些车骑到楼里，推到楼上去，推到自己的家里边去。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津这边的特色啊，反正据我所知南方也有，但是呢在有规范停车点，也就是 P 点停车的城市，这类不文明停车的现象能够相对规避一些。
好找的车都很好找，都在 P 点里边停着；不好找的车那基本也都找不着，基本都在城中村里边放着。于是乎问题就来了，一辆车如果定位在某一个小区的某一个楼里，我们的地图是2D 的，是平面的，不可能显示这辆车的高度，也不可能显示这辆车具体在几层。因为如果想找到这辆车，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坐电梯到这栋楼的顶楼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下爬，一直爬到1楼，然后再看地下室。那么地下室又是很复杂的空间结构，还有好多暗格以及各种奇怪的人类痕迹。在地下室找车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那么有人可能会问，还有别的找车方法吗？答案是有的。我们可以根据用户最后的骑行信息来给用户打电话，但是这样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，一辆车放在楼里边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变失联。等到我们给用户打电话的时候，用户可能早就忘了这辆车具体放在哪个位置了。另外一个情况就会又涉及到物种多样性的问题了。你们可以试想，正常骑行的用户怎么可能把车推到自己的家门口呢？怎么可能把车锁到自己的空间内呢？所以这类非正常用户在接听我们的电话的时候，他就会选择不说实话，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，比如说他害怕我们把他的骑行分给扣了，或者害怕因此承担一些费用。有的不正常人在电话里边口口声声说这车不是他骑的，结果刚把电话挂了，我们后台就检测到这辆车已经被他推出来了。这就看运维如何用3寸不烂之舌来规劝他们重新做个人吧。后期呢，我也会精选一些奇葩物种来发一些跟他们通话时的录音。物种多样性这个事儿吧，让更多人看见也更好。